许多人接触斯多葛哲学时，往往会陷入一个极其危险的误区。这个误解甚至让很多人在追求智慧的半途选择放弃。他们误以为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就意味着必须切断所有的情感，像一块冰冷的石头那样活着，对世间的一切都不闻不问。这种刻板印象让你感到恐惧，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依然渴望健康的身体，依然希望给家人提供富足的生活，依然期待在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如果哲学要求你放弃这一切，要求你对贫穷与疾病视若无睹，那么这种哲学似乎违背了我们身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本能。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彻底解开的死结。当你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试图对外界的变故保持冷静时，你是否曾在内心深处问过自己，难道我真的不能在乎这一切吗？当你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足时，当你深爱的人离开你时，或者当你的身体遭受病痛折磨时，斯多葛哲学真的教导我们要对这些痛苦无动于衷吗？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谎言让你以为只有变成一个无情的苦行僧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事实上，这种极端的禁欲主义更接近于犬儒学派，而非斯多葛学派。真正的斯多葛智慧并不是要你毁掉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也不是要你主动去追求痛苦与贫穷，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种挣扎，因为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是你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现实选择。如果你误解了这一点，你的修行将会变成一种压抑，你会在内心筑起高墙，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这绝不是马可·奥里略或塞内卡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斯多葛哲学中最为核心，却也最常被世人误读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无所谓的事物。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有误导性，因为在现代语言中，无所谓听起来像是漠不关心，但在古希腊的语境里，它的含义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它关乎我们如何为生命中的事物定价。试想一下，如果拥有了财富却失去了灵魂，或者拥有了权力却失去了正直，这种交换值得吗？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绝对的善，比如智慧、正义、勇气与节制；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恶，比如无知、不义、懦弱与放纵。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金钱、名声、健康、美貌，甚至是寿命的长短。这些事物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它们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然而正是这些中性的事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焦虑的主要来源，因为我们错误地将它们视为幸福的必要条件。这里就是关键的分水岭，也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虽然这些外在事物在道德层面上是无所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价值。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既然是无所谓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工作赚钱？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持健康饮食？为什么马可·奥里略身为罗马皇帝没有放弃皇位去过乞讨的生活？这就是优先的无所谓与非优先的无所谓这个概念入场的时刻，它是解开你心中困惑的一把金钥匙，能让你重新拥抱生活。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厌世者，他们深深地参与在这个世界之中，他们甚至比常人更懂得享受生活，但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们将健康视为一种优先的事物，因为健康的身体能让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更好地服务社会。他们将财富视为一种工具，因为财富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人，去实践慷慨与正义。但是请注意这中间微妙的差别，他们优先选择这些事物，但并不依赖这些事物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就像是一个精湛的演员，他在舞台上会尽全力扮演好国王的角色，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下了舞台后他只是他自己。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概念，你的生活将会充满恐惧，你会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因为你把这些身外之物当成了你生命的核心支柱。一旦经济衰退，一旦健康亮起红灯，你的世界就会崩塌。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要把这些外在事物看作是借来的东西，甚至是命运暂时寄存在我们这里的礼物。我们可以小心地使用它们，可以欣赏它们带来的便利，
但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归还的准备。当我们学会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只是优先的无所谓时，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一种不被物质奴役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让你变得懒惰，相反，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积极和无畏，因为你不再害怕失败的后果。你明白，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优先无所谓的事物，只要你的品格依然高尚，你的灵魂依然纯洁，你就没有真正失去任何东西。这种心态转变是从脆弱走向反脆弱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智慧。我们被消费主义洗脑，认为如果不拥有最新的科技产品，不拥有豪宅名车，我们就是失败者。这种价值观正是导致现代人焦虑的根源。塞内卡曾经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斯多葛哲学家。他并不排斥财富，但他随时准备好失去财富。他说过，智者拥有财富，但财富不拥有智者。这就是对优先的无所谓最好的注解。这意味着你可以追求卓越，可以追求成功，但前提是你不能为了这些东西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也不能因为失去这些东西而感到崩溃。这是一种高级的游戏规则，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游刃有余，既享受当下，又不被当下所困。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套系统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不仅仅是思维上的调整，更是一套实用的操作指南。我们将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个工具，如何在面对升职加薪时保持清醒，如何在面对疾病困苦时保持尊严。这将是你从一个焦虑的现代人转变为一个内心强大的斯多葛实践者的开始。请准备好你的笔记，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会颠覆你对价值的所有认知。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被误解已久的面纱，找回那份属于你的坚不可摧的平静与力量。为了彻底掌握斯多葛哲学的精髓，我们首先必须在脑海中建立一个清晰的分类系统。这就像是给杂乱无章的仓库贴上正确的标签。斯多葛学派将世间万物分为三类：绝对的善、绝对的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事物。请记住，只有那些完全受你意志控制的品格，比如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才能被称为善。反之，愚昧、不义、懦弱和放纵才是真正的恶。这意味着，无论你银行里有多少存款，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这些都无法让你在道德层面上变得更好或更坏。它们永远属于第三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性事物。然而，这里正是大多数人跌倒的地方，他们把中性误解为毫无价值，以为斯多葛主义者必须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金钱和健康。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这些中性事物内部依然存在着等级之分。根据自然的法则，有些事物是有助于我们生存和履行职责的，我们称之为优先的无所谓，例如健康、财富、良好的名声和家庭的和睦。相反，那些阻碍我们生存、带来不便的事物，则被称为非优先的无所谓，例如疾病、贫困、诽谤和孤独。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赋予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指南，让我们不必变成离群索居的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有选择权时，你理应去选择那些优先的事物。如果有2个苹果摆在你面前，一个新鲜红润，一个腐烂变质，斯多葛主义者当然会选择那个新鲜的。为什么？因为这符合人的天性。新鲜的苹果能提供营养，这就是一种优先的无所谓。但关键在于，如果你只能吃到那个烂苹果，或者根本没有苹果可吃，这并不会损害你作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也不会让你感到痛苦或愤怒，因为这并不属于恶的范畴。让我们用一个经典的斯多葛比喻来深化这个概念。弓箭手的比喻，想象一位技艺高超的弓箭手，他正在瞄准靶心，他会仔细检查弓弦，调整呼吸，计算风向，并用尽全力拉开弓箭。他在发射前的所有准备动作，他的专注，他的技巧，这些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这代表了我们的美德和意愿。然而，一旦箭矢离开了弦，他是否能射中红心就不再取决于弓箭手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可能会吹偏箭矢，
或者靶子本身可能会移动。在这个比喻中，射中靶心就是优先的无所谓，而尽全力射箭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善。这个比喻揭示了斯多葛生活哲学的终极秘密。我们应该尽全力去追求那些优先的结果，但绝不能将我们的幸福压注在结果上。你在职场上努力工作，追求升职加薪，这就像是瞄准靶心，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经济环境恶化，或者公司决策改变，导致你没有得到那个职位，甚至被裁员，这就是那支被风吹偏的箭。一个普通人会因此崩溃，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了，但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会明白，他已经完成了属于他的善，也就是努力工作本身。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命运的事，属于无所谓的范畴。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大多源于一种类别混淆。我们错误地把那些仅仅是优先的事物，如财富、他人的赞赏，提升到了善的高度。当你把金钱视为绝对的善时，一旦失去它，你就会觉得自己遭遇了绝对的恶，从而陷入绝望。甚至更糟的是，为了获取这种被误认为是善的金钱，你可能会牺牲真正的善，比如你的诚信。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哲学强调，永远不要为了获取优先的中性事物而牺牲美德。这是一笔永远亏本的买卖，因为你是在用无价的灵魂去交换廉价的身外之物。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会让你变得消极，反而会让你变得无比强大和高效。试想一下，如果你在做演讲时不再执着于观众必须喜欢我，这是你无法完全控制的优先事物，而是专注于我要做最充分的准备，讲出最真诚的话，这是你能控制的美德。你的紧张感会瞬间消失，因为你已经把你成功的标准从外在的结果转移到了内在的表现上。你依然希望演讲成功，依然希望获得掌声，但那只是锦上添花的奖励，而不是你自我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著名的有保留条款，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二个心理工具。当你计划做某事时，不要说我明天一定要去旅行，而要说如果命运允许，我明天去旅行。这不是一种悲观的预设，而是一种对现实谦卑的承认。当你把优先的无所谓放在它应有的位置时，你就给自己穿上了一层精神盔甲。你可以去追求卓越的事业，可以去经营浪漫的关系，但你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一个撤退的空间。你知道这些美好事物的本质是脆弱的、暂时的。我们必须学会像一个精明的投资者那样管理我们的情感投资。对于那些优先的无所谓，我们可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争取，但绝不能投入我们的情绪核心。当你生病时，你应该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吃药治疗，因为健康是优先的。但你不应该因为生病而抱怨上天不公，或者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因为疾病只是一种非优先的无所谓。它虽然让身体受苦，却无法触及你的灵魂。这种态度将你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让你在任何逆境中都能保持尊严。克吕西普斯，斯多葛学派的第3任校长，曾经用狗被拴在马车上的比喻来形容我们与命运的关系。如果狗，我们愿意跟住马车命运跑，那么它既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是在顺应必须发生的事。如果它不愿意挣扎反抗，他最后还是会被马车拖着走，而且还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对待优先和非优先的事物也是如此。当命运给予我们财富时，我们优雅地接受并善用它；当命运收回财富时，我们优雅地放手，不留一丝遗憾。这种心态的转变需要长期的训练，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你需要在每天的小事中练习这种辨别能力。比如今天塞车迟到了，这是一件非优先的事，它令人不悦，但它值得你大发雷霆，破坏一整天的心情吗？不，它不值得。你依然可以坐在车里，利用这段时间听听有声书，或者练习冥想。这就是将一个非优先的处境转化为实践耐心与平静的机会。你没有改变塞车的事实，但你改变了塞车对你的影响。这就是斯多葛的魔力。很多人害怕，如果接受了这种观点，自己会变得没有野心。其实恰恰相反，斯多葛主义者往往是历史上最有行动力的人。马可·奥里略治理着庞大的罗马帝国，塞内卡是尼禄皇帝的导师和帝国的实际管理者。
他们之所以能承担如此重任，正是因为他们不被结果所绑架。当你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只是非优先的无所谓时，你就敢于尝试最艰难的挑战。你的勇气不再依赖于运气，而是源于你内心对美德的坚守。你成为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因为你唯一的敌人是你自己的错误判断，而这是你可以完全掌控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现代生活的具体场景中应用这些原则。我们将看看如何处理现代人最常见的焦虑源、社交媒体的比较、对未来的恐惧以及人际关系的得失。这套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不仅适用，而且是我们在信息过载和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中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唯一救生圈。请准备好，我们即将进入更深层次的实战演练。我们必须明白，拥有优先的无所谓并不是罪过，罪过在于被他们奴役。这就像是一个身手矫健的杂技演员在把玩手中的球，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玩球的技艺。生活就是这场杂技表演，金钱、名声、健康就是我们手中的球，球可能会掉落，可能会被换成别的道具，但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智者无论手中拿着什么，都能表演出精彩的动作。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境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卓越。现在，请你深吸一口气，审视一下你现在最担心失去的东西是什么？是工作，是恋人，还是面子？试着用我们刚才学到的工具去分析它，它属于善，还是仅仅属于优先的无所谓？如果它明天就消失了，你还能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不应该让这种恐惧占据你的心灵。这就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将斯多葛哲学的镜头移向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你会发现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无所谓事物的雷区之中。社交媒体的点赞数、职场上的头衔、银行账户的数字，甚至是我们穿着的品牌，这些全都是典型的优先的无所谓。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缺乏这些资源，而是我们被训练成必须依赖这些资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期待他人的关注时，你其实是在将你的幸福外包给大众反复无常的意见。斯多葛主义提醒我们，名声只不过是其他人看法的总和，而其他人的看法往往是错误、多变且不可控的。将心灵的平静建立在这样的流沙之上，是极度不理智的行为。然而，斯多葛学派并不要求你删除所有的社交账号，或者搬到深山老林里隐居。关键在于心态的解离。你可以享受他人对你的赞美，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优先体验，但你的内心必须如同岩石般坚硬，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这声赞美，即使明天这赞美变成了批评，你的核心价值依然完好无损。这就像是一位穿着华服的国王，他知道即使脱下这身衣服，他依然是国王。而一个小丑穿上国王的衣服，依然只是个小丑。外在的装饰优先的无所谓，可以衬托你的美德，但绝不能替代你的美德。这是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保持清醒的唯一解药。我们还必须警惕享乐跑步机的陷阱，这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概念，却与2000年前斯多葛的观察不谋而合。我们总是误以为，只要得到了某个优先的无所谓，比如那辆新车、那栋更大的房子，我们就会永远幸福。但事实是，这种兴奋感通常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随后我们就会适应，并开始渴望下一个更大的目标。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逐。如果你把快乐寄托在获取外物上，你就像是一只在笼子里奔跑的仓鼠，筋疲力尽却原地踏步。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跳下这台跑步机，学会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感到满足，而不是总是盯着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为了对抗这种贪婪的本能，塞内卡提出了一种极具挑战性的练习，定期去体验非优先的生活。他建议我们每个月挑出几天，吃最粗糙的食物，穿最破旧的衣服，甚至睡在地板上，然后问自己，这就是我所恐惧的情况吗？这种练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受苦，
而是为了让你意识到，即使失去了所有的奢华与舒适，你依然可以生存，依然可以思考，依然可以保持尊严。当你亲身体验过贫穷，并发现它并不可怕时，你对财富的恐惧就会消失。一个不再害怕贫穷的人，才是财富的真正主人，因为他拥有了随时可以放手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必须触碰一个最敏感也最痛苦的话题：人际关系与亲情。这是优先的无所谓中最难割舍的部分。我们深爱我们的父母、伴侣和孩子，这当然是合乎自然的。但斯多葛学派发出了一个震耳欲聋的警告：即使是你的挚爱，也不是你永恒的财产。艾比克泰德曾说过一句听起来极其冷酷的话：当你亲吻你的孩子时，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正在亲吻一个凡人。这句话的本意并非冷血，而是极致的清醒。它是在提醒我们，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所爱的人随时可能被命运带走。这种负面想象实际上是一种爱的深化剂。大多数人因为是亲人的陪伴为理所当然，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争吵、忽视和不耐烦。但如果你时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对方，你还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吗？你会变得无比温柔，无比珍惜当下的每一秒。斯多葛的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从对未来的焦虑中拉回到对现在的珍视。他告诉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要在拥有的每一刻都当作是最后一刻来爱。这不是悲观，这是最高级的现实主义浪漫。当失去真的发生时，无论是失恋、离婚还是生离死别，斯多葛哲学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框架来帮助我们疗愈。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不要说我失去了他，而要说我归还了他。你的孩子去世了，他是被归还了；你的财产被没收了，他们是被归还了。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无所有，离开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我们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造物主暂时借给我们的玩具。当主人要收回玩具时，哭闹耍赖是幼稚的表现。成熟的态度是心存感激地说一声，谢谢你让我玩了这么久。这种归还的心态能瞬间平息我们心中的怨恨与不平。我们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某种应得的权利。但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的意志和品格，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你天生应得的，一切外物都是恩赐，而不是权利。当你把每一次相聚、每一笔财富都看作是意外的礼物时，你的人生将充满感恩，而不是抱怨。你会发现，即使在失去的废墟中，你也依然拥有重建生活的能力，因为你的核心，那个能做出理性选择的自我，是永远无法被剥夺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主义者在危机面前总是显得如此镇定。当金融海啸来袭，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时，斯多葛主义者会冷静地评估，钱没了，这是一个非优先的状况，但我依然有手有脚，依然有智慧，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好人。这种反应能力在现代社会极其珍贵。在这个充满黑天鹅事件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如果你把安全感建立在工作、存款或房产上，你实际上是坐在火山口上。真正的安全感只能来自于你对无所谓事物的正确认知，来自于你内心那座无法被攻破的堡垒。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职场竞争中。如果你一心只想着我必须赢过同事，我必须拿到那个项目，你就会充满敌意、焦虑，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这就伤害了你的灵魂。但如果你将目标设定为我要展现出我最好的专业能力，那么无论结果输赢，你都已经赢了。有趣的是，当你放下了对结果的执着，专注于过程的卓越时，你往往会表现得更好，成功的几率反而更高。这就是斯多葛悖论。你越是不在意那些外在的奖励，那些奖励反而越容易被你吸引过来。我们还要学会像参加宴会一样对待生活。艾比克泰德用宴会来比喻人生。当餐盘传到你面前时，你可以伸出手，适度的取一份。如果餐盘还没传过来，不要像个贪婪的人那样伸长脖子去张望。如果餐盘直接越过了你，也不要感到愤怒。在生活中，对待孩子、妻子、职位、
财富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来到你身边，好好珍惜并善待他们；如果他们没有来，不要强求；如果他们离开了，不要纠缠。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仅是宴会的合格宾客，更是众神的同席者。这种超然的态度，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它包含着主动的选择。在每一个诱惑面前，你都有机会锻炼你的意志肌肉。当你想吃那个不健康的甜甜圈时，告诉自己，这只是短暂的快感，健康才是优先的。当你想在网上对陌生人发火时，告诉自己，这只是情绪的宣泄，内心的平静才是优先的。每一次拒绝非优先的诱惑，每一次坚持优先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灵魂镀金。斯多葛修行不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而是在充满诱惑和挑战的街头巷尾完成的。你可能会问，这样活着会不会太累？时刻保持警惕，时刻分析判断。起初确实很累，就像刚开始学习开车时，你需要注意每一个动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会变成你的本能。你会发现，这种累远远小于你过去因为焦虑、恐惧和嫉妒所消耗的巨大能量。一旦你掌握了区分优先与非优先的艺术，你的心灵负担就会卸下千斤重担，你会变得轻盈，你会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一条清晰的路径，你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不是控制世界，而是控制你自己对世界的反应。这就是自由的极致定义。现代人高喊自由，却被信用卡账单、社交焦虑和物质欲望牢牢锁住。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即使身处监狱，像苏格拉底那样，或者身处奴役，像早期的艾比克泰德那样，依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去相信错误的价值观，没有人能强迫他去憎恨，没有人能夺走他内心的安宁。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不可征服的灵魂。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斯多葛哲学最强大的武器。我们明白了外在事物虽然诱人，但并非幸福的源头。我们学会了在拥有时珍惜，在失去时放手。我们看穿了现代社会的消费陷阱和情感勒索，但是要把这些碎片化的智慧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图景，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步，将我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得失拉升到宇宙的高度。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瞰这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并为这场心灵的旅程画上一个强有力的句号。当我们被日常琐事困扰，为了那些优先的无所谓而焦头烂额时，斯多葛哲学提供了一剂最终极的解毒药，高处的视角。想象一下，你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缓缓升空，穿过云层，到达浩瀚的宇宙深处。当你从那个高度俯瞰地球时，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烦恼，那个没拿到的职位，那笔损失的金钱，甚至是你引以为傲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这个宏大的宇宙尺度下，所谓的富贵与贫贱，就像是蚂蚁在争夺一粒面包屑。这种视角的转换，并不是要让你觉得人生虚无，而是要让你从狭隘的自我中心中解放出来，看到事物的真实比例。在这个永恒流动的宇宙中，万物皆在变化，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我们所执着的那些外在事物，也是时刻处于流变之中。财富今天在你手中，明天可能就流向他人；名声今天高涨，明天可能就消散如烟。如果你试图抓住这些流动的水，你只会感到挫败。真正的智者就像是站在河岸边的观察者，他欣赏河水的流动，利用河水来灌溉，但他绝不会愚蠢到想要把河水私有化。这种对无常的深刻洞见，让我们学会了在变幻莫测的世事中保持一颗如如不动的心。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这个庞大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马可·奥里略反复提醒自己，对蜂群有益的才对蜜蜂有益。当我们追求那些优先的无所谓时，我们不应只看它对个人的利益，更要看它是否符合整体的自然法则。如果你获得财富是为了造福社会，那么这笔财富就是一种祝福。如果你为了敛财而破坏环境或伤害他人，
那么这笔财富就变成了灵魂的毒药。斯多葛主义将个人的小利融入到宇宙的大义之中，赋予了我们追求世俗、成就一个神圣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现在，让我们直面那个最大的、非优先的无所谓——死亡。在现代社会，死亡是一个被极力回避的话题，但在斯多葛哲学中，它是思考的起点。勿忘人终将一死。这句拉丁谚语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为了唤醒你。既然生命如此短暂，既然我们随时可能离场，那么花时间去担忧那些带不走的身外之物，是多么荒谬的一种浪费。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道边界，它让一切无所谓的事物现出了原形。在死亡面前，你的银行余额归零，你的头衔失效，唯一留下的是你灵魂的成色，是你一生中所做出的道德选择。当你真正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你就会对生命产生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对当下的极致珍惜。你会停止将幸福推迟到未来，停止说等我有钱了我就会快乐。你会明白，快乐和宁静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如何看待眼前这杯水、这缕阳光、这次呼吸之中。死亡剥夺了我们的未来，却赋予了我们现在。一个时刻准备好面对死亡的人是不可被威胁的。暴君可以夺走他的财产，可以夺走他的生命，但夺不走他的自由意志，因为他早已将这些身外之物视为身外之物。这就引出了斯多葛哲学的最高境界——命运之爱。尼采深受斯多葛影响，提出了这个概念，不仅要忍受必然发生的事，更要爱它。当命运给你一手烂牌时，不要抱怨，不要渴望换牌，而是要爱上这手牌，并尽你所能打出最精彩的局。如果你破产了，这就是命运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展示如何在贫困中保持高贵。如果你生病了，这是一个机会，让你展示如何在痛苦中保持忍耐。把每一个非优先的遭遇都看作是命运为你量身定做的健身器材，用来锻炼你灵魂的肌肉。想象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无论你往里面扔什么，是前造的木头，还是潮湿的树叶，甚至是污秽的垃圾，烈火都能将其吞噬，转化为自己的燃料和光芒。我们的心灵也应如此，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外在环境，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应该将其转化为实践美德的燃料。障碍本身就是道路，阻碍行动的事物反而会推动行动。这种炼金术般的心灵力量，能将世俗眼中的不幸转化为斯多葛眼中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斯多葛主义者是无敌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能将伤害转化为力量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和诱惑的时代，要坚持这种哲学并不容易。你周围的人会告诉你，成功就是赚更多的钱，就是开更好的车。他们会嘲笑你的淡泊，认为你缺乏上进心。这时候，你需要建立一座内在的堡垒，在这座堡垒里，你是唯一的君主，你的理性是最高的法律。外面的世界可以狂风暴雨，但在这座堡垒里，永远风平浪静。你可以在世俗中打滚，穿梭于名利场，但你的内心始终保留着一块前进的圣地，那里供奉着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它是一种责任。当你成为一个情绪稳定、不被物欲奴役的人时，你就成为了周围人的灯塔。在危机时刻，当所有人都因为失去了优先的无所谓而崩溃时，你的冷静将成为他们的力量支柱。你会发现，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你拥有的权利或财富，而是来自于你的人格魅力。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们是这个混乱世界中最坚定的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人类可以超越本能，活出一种神性的尊严。回顾我们今天的旅程，从厘清善恶与无所谓的区别，到学会像射箭者一样专注过程，再到在现代欲望的雷区中穿行，最后上升到宇宙的高度。这不仅仅是一次思维的体操，这是一场灵魂的重塑。你已经掌握了这把古老的钥匙，它能打开囚禁你已久的焦虑牢笼。但是钥匙本身不能给你自由，你必须亲手将它插入锁孔，用力旋转。这需要勇气，
需要每天不断的练习，需要你在每一次想抱怨、想贪婪时，猛然惊醒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变成圣人。埃比克泰德说过，美好的事物不会在瞬间降临，葡萄和无花果尚且需要时间成熟。给自己一点耐心，允许自己跌倒，但一定要爬起来。每一天早上醒来都是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命运给你的一张新试卷。在写日记时，审视自己昨天的行为，我在哪里被优先的无所谓绑架了？我在哪里坚守了美德？这种持续的反省是通往智慧的必经之路。你要做的不是比别人优秀，而是比昨天的自己优秀。你也许会问，这样活着值得吗？放弃那些极致的狂喜，换取这平稳的宁静。我的回答是，当你尝过一次真正的精神自由，尝过那种不依赖任何外物而自给自足的喜悦时，你就不会再羡慕那些在欲望泥潭中挣扎的灵魂。你会发现，斯多葛式的宁静不是死寂，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平静，是一种与宇宙和解后的深层喜悦。这是一种反脆弱的快乐，它不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发生，它就像是从你生命深处涌出的泉水，源源不绝，清澈见底。现在，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作为今天的结束。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一场大火烧毁了你拥有的一切财产，或者医生宣判你只剩下1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极端的假设中，闭上眼睛，深呼吸，问问自己，我还剩下什么？那个在废墟中依然能思考、能爱、能选择态度的我，是否依然完整？只要那个核心还在，你就没有真正失去任何东西。保持这种觉知，然后睁开眼睛，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变得格外珍贵，因为你知道它们不是你的，你只是在幸运地使用它们。这就是无所谓的事物的终极奥义。因为不占有，所以不害怕失去；因为不害怕失去，所以能全情投入。你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成年人那样，在这个游乐场里尽情玩耍，而不必担心游戏结束。你终于可以去爱，去奋斗，去创造，不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而是为了溢出你内心的丰盛。这就是斯多葛哲学送给你的礼物，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里。最后，我想对你说，这条路是窄的，同行者寥寥无几，但这是一条通往伟大的路。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是斯多葛主义者，你只需要在行动中体现它。当别人争夺名利时，你修炼品格；当别人恐惧未来时，你拥抱命运。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做一个清醒的人，做一个灵魂挺拔的人，这不仅是对自己的救赎，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贡献。如果你准备好踏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将这些优先的和非优先的事物放回他们应有的位置，请在评论区写下，我是我灵魂的君主，我拥抱命运的一切安排。这不仅是一句口号，这是你与自己立下的神圣契约。我们每周都会在这里剖析斯多葛哲学的古老智慧，并将其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实战武器。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次心灵的升级，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通知铃声。你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都能让这份智慧传播给更多在焦虑中挣扎的人。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建立起确定的内在力量。记住，外在的事物只是舞台上的道具，你才是这出戏的主角。剧本或许已经写好，但如何演绎这精彩的一生，权力永远掌握在你的手中。演好你的角色，谢幕时不留遗憾。我们下期影片见，愿理性和宁静与你同在。